阵子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因为台积电是全球前10大市值的企业，有很多的美国工程师都很期待成为台积电的一份子。没想到他们入职之后直接幻灭，更批评台积电是地表最糟的职场环境。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积电的美国设厂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台积电被誉为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不只是台湾市值最大的公司，占了台股大盘的 36%， 还比排名第2的鸿海多了快10倍。在国际上面，台积电也是赫赫有名。除了是全球市值排名前10大的企业疫情期间的全球晶片荒加上 AI 爆发的需求，让包含了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等等大国都追着要台积电，希望台积电到他们的国家设厂。2020年，台积电宣布到美国设厂，建设期间也紧锣密鼓的在当地招募人才培训，没有想到却被当地的员工爆料，台积电的工作环境很差，职场的文化奴性重，甚至还有歧视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台湾同事以及台积电又是怎么样回复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常被繁重的工作或是学业压得喘不过气，觉得需要一个专属秘书来帮你吗？快来试试 Wonder 小秘书。Wonder 小秘书内建 AI 语音输入功能，能够精准的辨识语音，快速的转成文字，还支援超过145种语言即时翻译，沟通零障碍。而且它还整合了 AI 简报制作、一键转档等等多项功能哦。不管是写报告、做简报，还是想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都能够轻松的搞定。此外 ，Wonder 小秘书支援 Mac OS 还有 Windows 双系统，能够同时连接3台装置，自由切换，工作效率瞬间提升。如果你也想要一个专属的小秘书，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结账输入优惠码7977，还可以再享早鸟优惠哦。要讨论这一次的美国设厂争议我们要先来聊聊台积电为何要去美国设厂。简化的说呢，台积电是全球最顶尖的晶圆代工厂，市占率将近 65%。但近年来台海的局势一直都不太稳定，世界各国都担心，万一哪天出问题，全球的晶片供应链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美国政府为了要确保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更是推动了晶片法案，提供很多的补助跟优惠，并且透过政治手段向台积电施压，希望台积电可以到美国设厂。那台积电也考量到台湾内部的资源有限，去美国设厂或许可以缩短供应链，更快的满足像是苹果辉达等等美国主要客户的需求。因此呢，就在2020年，台积电发起了美国亚利桑那设厂计划，这是近年来台积电最大的海外投资。计划启动之后呢，台积电除了要在美国建造厂房，也非常的积极处理人力问题，不止从台湾外派了很多资深的工程师，也在当地招募人才培训。其中呢，当地招聘的这个工程师还有技术人员，更是要到台湾受训18个月，完整的学习晶片制造的流程之后，才能够回美国任职。那因为台积电的市值声誉都很好，有不少美国工程师在录取之后，带着兴奋的心情去就职，却发现工作环境跟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根据非盈利媒体 Rest of the World 的报道，美国工程师批评台积电是地表最糟的职场环境。首先呢，在工时方面，台积电除了周末、夜晚都要轮班之外，也常常必须加班，每天的工时更长达了12小时。而且责任制的设计呢，不只要24小时 on call， 还不一定能够领到加班费。美国员工抱怨台积电的工作压力超大，根本没有办法平衡工作与生活。再来，在体制面上呢，美国员工认为台积电的管理制度非常的僵化，员工如果反映意见，通常到部门主管就会被挡下来，没有办法往上传达，根本是独裁的工作结构。而这些问题呢，也造成了台积电的离职率非常的高。根据统计呢，2021年台积电整体新进员工的离职率高达了 17.6%， 表示超过1/6的人工作不满1年就撑不下去。那除了职场环境之外呢，美国人更难接受的是台积电奴性的职场文化。美国员工觉得台积电奴隶心态的职场文化超不合理，有很多的台湾员工对于上级交办的工作使命必达，不管急不急都习惯性的卖干加班完成。而台积电的管理方式呢，更是让美国人难以接受。Rest of the World 的报道指出在受训阶段呢，台湾的管理者会特别对美国人进行突袭的压力测试，指定有期限的紧急任务，确保他们工作强度高，并且愿意牺牲休息时间。那如果员工的工作表现不如预期，还可能会被主管当众的怒吼跟羞辱。除此之外呢，美国员工也抱怨台湾人很爱做表面功夫，不少人明明没有事还硬要在办公室熬到半夜才走，然后在制作报告的时候还会篡改实验数据来讨好主管跟客户。
甚至还有部分的美国员工觉得自己被歧视了。Rest of the World 的报道指出，语言不同是美国员工感觉不被尊重的原因之一。美国员工在台湾受训的时候，台积电的员工大部分都用中文跟台语沟通，也没有专人帮忙翻译。美国员工只能够自己靠 Google 翻译，不止在情感上面不受重视，训练效益也大减。有人甚至调侃自己来台湾受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做 PPT。那回美国就职之后呢，外派的主管英文也不好，沟通常常要靠同事翻译，也会让美国员工跟主管之间多少有隔阂。那除了语言问题美国员工还认为待在台积电让他们觉得不被信任。他们指控公司的干部呢大多都从台湾外派，而且呢高层会议不是用中文的会议资料来开会，就是常常不让美国人参加，甚至在指派工作的时候也都会以受信任的台湾人为主。这让他们怀疑台积电只是为了拿到补助才招聘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好好的栽培美国的员工。同时还有报道指出，台积电的管理层呢曾经公开批评美国的工程师不如台湾和印度。以上的这些状况呢，都让美国员工觉得自己根本就被歧视了。不过，面对美国工程师的指控他们的台积同事也有话要说。Rest of the World 的报道指出，面对美国员工的指控，台积员工觉得满腹委屈，认为自己才是美国厂里面的弱势族群。他们抱怨美国工程师性格傲慢，总是喜欢质疑上级的决定。如果自己觉得主管的命令没有道理，甚至会拒绝分派的任务。他们担心美国工程师的这种特质不止很难适应标准化作业，也会很难跟台湾的同事相处。那也因此有不少主管为了避免麻烦就会把主要的工作都派给台湾员工。还有台湾工程师的眷属在 PTT 上面抱怨，美国工程师坐领高薪准时下班，动不动就请假到处玩，任劳任怨的台湾工程师却要加班做到死，连确诊都不能够休息，让他们的心里超不平衡。那虽然台积电曾经安排职务训练，告诫主管们不可以随便对员工大吼，或是动不动就用开除来威胁员工。不过也有台积电的前员工出来爆料，当主管们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忘记要遵守这些规定。那在整起事件爆发之后呢，台积电也出面回应了。针对美国员工的爆料，台积电强调，经过内部调查之后，发现 Rest of the World 的报道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实言论。首先，台积电反驳超时过劳的问题，他们强调公司的加班时数都有设定上限，如果待太久，人资还会出来赶人回家。那至于员工管理跟沟通的部分，台积电表示说，目前公司正在努力的推动多元与共融职场，希望可以建立开放型的管理模式，让沟通的管道更顺畅，提升员工的满意度。比如说，公司会定期的举办劳资会议，让底层的员工也可以直接反映意见。他们强调，在公司的努力之下呢，2023年新进员工的离职率已经降到了 8.9%， 而全体员工的离职率呢，也只剩下这个 3.7%， 比前一年少了快一半。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英也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台积电不会要求美国厂员工做事方法要一样，这都可以讨论。台积电正在学习管理世界的人才。但针对加班文化的部分刘德英强调，如果不愿意值班，就不要加入台积电，因为这个产业不只有高薪，你还得要对产业有兴趣。不过台积电的回应呢，并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员工，所以有10多位美籍的员工呢，正在对台积电提起集体诉讼，认为台积电涉及了种族歧视还有差别待遇。那目前诉讼呢还在进行当中，还要等到法院的判决确定才会知道结果。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他不太了解美国的年轻员工在讨论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他年轻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这个词因为当时他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此外呢，在谈到美国跟台湾的竞争力时，张忠谋也举例，如果有一台设备在凌晨1点故障，在美国可能要等到隔天，而台湾1个小时就会修好。他还说，台湾工程师的妻子会一言不发的回去睡觉。所以或许对于台积电来说，值班文化确实难以平衡工作跟生活，但这就是他们成功的模式，所以并没有想要改变。但老实说，如果以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种加班轮班的文化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了。不只是美国、欧洲这些强调员工的自主权与生活品质的国家，就连台湾呢，也有很多的台积电的工程师上网吐苦水，抱怨待命时呢，时不时要盯着手机，不敢乱跑，甚至还会出现幻听的症状，总觉得电话在响。底下的回应呢，大多都是劝发文的人离职治百病，不要等到身体出状况才来后悔。除此之外呢，台湾员工的家属也不像张忠谋说的那样子毫无怨言，在台湾的社群上面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台积电员工的伴侣自称的是伪单亲，抱怨台积电的工作文化让伴侣在家庭当中丧失功能，家事育儿都得自己来。
那我们觉得尽管台积电坚持直班是自身企业的文化，但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时代变迁的考验当中，他们要怎么样在其中找到平衡点，可能也会是台积电未来发展的关键吧。好的，那我们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台积电应该要怎么样应对这种跨文化的挑战呢？迅速的调整管理的方式适应当地的职场文化，B 坚持现有的成功模式，让当地的员工适应台积电文化，C 努力的加强双方的沟通，想办法找到文化融合的平衡点。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积电职场文化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晶片战争以及黄仁勋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